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仔。那么在我上期这个 Saga 车主体验的影片就有讲到啦，我们在拍拖影片的时候，就会直接把这个 Saga 来对比它同级唯一的一个对手啦，就是 Perodo Bezza。主要啦，从外形内装啦，甚至讲他们的保养费这些东西，我都会一一的拿来对比，各位就可以看看一下哪一款车会比较适合你。这个 Bezza 虽然不是最高 spec， 不过这两个 spec 它们的价钱却是最相近的，都是45000块左右。这个 Saga 呢可能会略贵一个，可能300-500块这样子为什么 Saga 会略贵？首先呢，我们这个 Saga 它就是最高 spec Premium S 的那个版本。然后这个 Bezza 的话，这个是 X 版本然后这个 X 版本呢，它也并不是最高的 spec 大家都知道啦 Perodo 最高 spec 都是叫 Advance， 这个 X 版就是在 Advance 再下来一个 spec， 所以如果我拿 Advance 来比较这个 Saga 的话，它们的价格呢就会相差蛮大的。这个 Bezza Advance 版本的话，它的售价是5万块，所以在这个比较经济的房车啦，我相信一般上在购买这个等级的消费者在这个价位上面就会比较敏感所以我就拿这两个 spec 啦，就是他们的价格方面就是最靠近的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Saga Premium S 和这个 Bezza X 版本他们这两款车都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那么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先麻烦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点个免费的订阅。首先整个外形方面这个 Bezza 的前脸是我会比较喜欢的。这个 Bezza 在2020小改款过后它的这个车头灯就换了重新的一种设计，看起来就像是现在主流的车头灯比较细，然后整个眼神比较有杀气。相反 Proton Saga 的话，那个眼睛好像太大个，看起来有点呆呆的那种感觉啦。然后有什么实用性的配备OK， 首先这个 Bezza 啦，它的车头灯就已经是全部 Fully LED， 这个也是同样在2020小改款过后在 Bezza 上面 LED 车头灯就已经是标配，不过它的 Fog Lamp 雾灯就还是黄灯至于这个 Saga 的话呢头灯你们都知道啦，就是那个很出名不够亮的黄灯。唯一这个 Saga 有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这个 Daytime Running Light， 就是在我们一般上雾灯座的位置，然后这个当然是 LED 的 Daylight， 这个 Daylight 也是非常漂亮Bezza 的话呢就是完全没有 Daylight 的如果你不开灯，它的车头灯基本上是不会亮的啦。所以就在这个车头的配置部分很明显 Bezza 是先得1分。所以就前脸来讲啦，我个人会比较不喜欢的就是这个 Saga 看起来有点呆呆这样子因为这个 Bezza 是经过小改款它的这个车头灯有换过设计， Saga 就没有，这点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啦。因为这一代的 Saga 其实也是卖了蛮多年的，不过都只是可能改一点版本的设计而已。一辆车前脸最重要的这个车灯车灯就像是一个人的眼神这样子嘛，这个眼神就没有做出改变，这点是比较可惜啦。再来我们来到车侧的话，可以看到首先这个 rim 的设计，两者都是有这个 dual tone。首先当然我们又讲美观性方面啦，我个人的话是会比较喜欢这个 Bezza 的设计，因为这个 Saga 的风火轮没有错，我还是就是没有这样喜欢啦。尺寸方面的话这个就有点差异了。 Saga 的这个尺寸是采用 185/55R15 寸这个 Bezza 的话是采用 175/60R15 寸，同样不过就轮胎的厚度还有它的这个宽度就会有少少的不一样。从这个轮胎的尺寸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 Bezza 呢，它主要更多的是要舒适性还有省油，而这个 Saga 185/55的这个配置主要就是你轮胎薄一点 grip 一点，然后你感知到的这个路况也会多一点。再来这个185的宽度，同样是对于你在可能 cornering 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好的稳定性，相对起这个175啦。所以 Saga 呢很明显偏向操控， Bezza 省油经济。不过我自己猜测啦，这个15寸的大压其实这两者的价格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啦Bezza 的应该是不会到便宜很多的那种，同样都是15寸嘛。因为当然这种经济型的轿车啦，他们的后轮都是采用 drum brake。 再来就是这个车身侧面的这个美观性它的这个线条我之前应该也是有讲过啦，这个 Saga你从车侧看过去你就觉得它整体是协调是顺眼，看起来是舒服的。这个 Bezza 呢，你从侧面看过去你就感觉有点别扭这样，你懂吗？首先它的车头好像比较短这样子，再来它的这个车尾从 C pillar 这边这一块 C pillar 好像特别粗这样子，然后整个衔接下来这个后尾箱的形状就导致它整个屁股很臃肿然后车头又短短这样子，总之这整个形状就是你看了你会觉得很别扭的啦。然后这个车尾箱你从侧面也可以很明显看到就很像四四方方这样子的，把一个冰箱装在这个车的屁股上面的那种感觉。车侧的美观部分我会投给 Saga 1票。再来这个轮胎的尺寸也好，这个取向也好啦，我也是会比较偏向 Saga我之前在 Saga 的影片也有提到啦，我不是那种极致想要省油的人，我是可以牺牲掉一点点的油钱换来更好的操控，所以同样车侧的这个配置我也是会投给这个 Saga。车尾的话，先讲配置。首先这个 Bezza 呢，它的尾灯就有 LED 的灯条，
这个 Saga 就全部都还是采用这个灯泡，所以这个后灯配置Beza 赢1分。然后只单看这个尾灯的设计啦，局部来看这个 Beza 同样也是会比较符合现代的审美啦。Saga 这个形状就有点看起来就是怪怪这样子的不过这个 Beza 呢就少了一个小鸭尾 ，Saga 原装就已经有给你这个小鸭尾了。Saga 力挽狂澜的打回了半分，不过就看整体这个车尾啦。当然我还是会比较喜欢 Saga，Beza 就如我讲的，真的是太过平了，像个冰箱这样子。再来车尾箱的部分，车尾箱的容量啦，这个肯定是Beza赢的咯。不过就我使用起来的便利性，其实 Saga 也没有输到很多啦，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需求。如果你是可能做小贩还是做什么东西的，后面时常需要载东西，可能Beza会更好用啦。不过这个 Saga 如果你是不常用后尾的这个行李箱，可能只是偶尔有出去玩耍这些这个 Saga 当然还是绝对够用的。当然两款车都有这个 spare tire， 不过呢再当然他们都是用这种机工车铁 rim 的 spare tire 啦。这个 Beza 就没有遗传到 MyV Toyota 他们的这种会给你 full size sport rim spare tire 的这个优点，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个成本上面的考量啦。内装配置方面Perodo家也是有一路以来都有这个优势的啦。这个 Keyless Push Start 呢，Beza 很早就已经标配了。这个 Saga 直到2022年过后，而且还要最高 spec 才有这个 Keyless Push Start。所以好彩今天我们拿的是这个最高 spec 的 Saga 来对比不然又要扣分了就整个内装铺陈的设计啦，美观方面我个人呢就会比较偏向 Saga 因为 Saga 它的内装是已经经过 refine 了的。而这个 Beza 它还是维持着跟一开始推出的那个版本一样，虽然讲外形是有改款了啦，不过内装就很大程度都还是沿用上一代的那种 Perodo 的设计语言其中这个 Saga 我会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整个 Center Console 的部分，这些旋钮这些按键都变成比较小巧比较精致，同样也是比较像是现在的趋势啦。这个 Beza 你一眼望去就真的是上一代的感觉啦。包括这个唱机也是很大一部分会影响到的这个美观方面，同时实用性方面，这个唱机也为这个 Beza 打了一点折扣。这个 Beza X 版本它的唱机就还是这种传统的 radio， 还要到了那个 Advanced 的版本才会给你一个荧幕，而 Saga 呢它在这个 Premium S 的版本就有给你这个荧幕，而且还是全幅式 Floating Screen。这个我讲了很多次，不过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荧幕，该有的功能也都有，然后这些解析度什么都 OK。当然有荧幕它就代表它多了这个 Reverse Camera， 而这个 Beza 就这样子唱机你也知道是没有 Reverse Cam 的啦。再来多一个美观的这个 Saga 我上一期的影片也有 complain 到它的这个牙柄看起来圆圆肥肥是有点丑啦。来到这个 Beza 身上，它看起来的就比较细比较修长，牙柄的下面这只 stick 也是有用这个皮革来跟它包起来遮挡着的。整个美观上面这个 Beza 的牙柄看起来会比较好看。座椅的话，这个 Saga Premium S 的版本是有半皮革半布料，而这个 Beza 的 X 版本就都是全布料。然后这个 Beza 大家都知道了，它的通病就是门板这些看起来很明显就是薄薄这样子的这种感觉。Saga 虽然也是经济车，不过至少看起来会厚实一点点。还有就是这个后座的座椅舒适性同样 Saga 也是会比较好，包括它的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包括它的这个坐垫都会比 Beza 来的好一点。这个 Beza 虽然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款式它的椅背太直这个问题据说已经有被改善了一点，不过呢我就感觉到它这个椅背好像比较薄的感觉。相对 Saga 的话，它的这个椅背的这一片就会比较厚实一点，坐长途的话这个 Saga 就会舒服一点， Beza 可能你就会肩膀酸痛还是这样子啦。这个同样也是看你个人需求咯，看你后座会不会时常需要载人。驾驶感受方面的话，因为我已经驾了 Saga， 这个 Beza 我还没有进行这个深入的试驾啦。就从物理上来看我相信这个 Saga 会好驾很多很多首先就是这个轮胎尺寸啦，我刚才有讲到它的轮胎比较阔，操控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车重，这个 Saga 本身它的车重是1070几 kg， 而这个 Beza 的车重只有960几公斤，就是不超过1吨啦。所以在这个重量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差距。物理上来讲这个你的车身重自然带来的就是更好的这个稳定性。所以这个 Saga 我相信它是会比这个 Beza 更加来的适合在 Highway 这边行驶，可能你在市区驾你就体会不出太大的差异。不过这个轮胎的阔度加上这个车身的重量，同时也为 Saga 带来了一大缺点也是很多人会嫌弃的，就是它的油耗。首先这个轮胎阔呢，因为它的接触地面的面积更大，滚动的阻力越大，带来的就是你的车会吃油咯。再来就是车重，这个也是从物理上你就可以知道了的啦，车越重呢肯定就是越吃油的，除非你是 Diesel engine 这个我就没话讲啦。所以呢，你知道 Perodo 家的这个省油秘诀是怎样做出来的吗？就是车轻大压载。所以如果你的 Saga 要省油的话，很简单的，我这边教你，你把后座的椅子全部东西可以拆的跟它拆到完，拆到让它在1吨以下，
然后换成一条窄窄的打压，你就可以省油了的，肯定会省的，你相信我。当然，除了这种物理上的，还有一方面就是硬性条件啊，就是它的这个科技的部分。这个 Saga 采用的引擎就是那个万年 CamPro， 不过是经过改良了的 CamPro VVT 啊，同样都是 1.3 L 啦。这个 Beza 用的引擎呢就是跟 Toyota 的科技非常接近 1.3 Dual VVTi 啊，你听 Saga VVT Beza Dual VVTi， 后缀越长代表科技含量越多。Dual VVTi 呢，它的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省油的嘛，所以这个 Beza 的油耗跑的应该不止1星半点了。再来你论这个引擎科技的话 ，Beza 肯定啦，它也会比这个 Saga 的引擎更加有优势，更加先进一点。压伤方面的话，这两者都是采用 4-speed auto， 这个就伯仲之间啦，没有谁比较厉害的感觉。这个 Saga 呢，它引擎的科技就还不用紧啊，它带来的其中一个 side effect 呢，就是它会影响到这个维修保养方面。没有错，大家都知道 Proton 家全车系都是用着 timing belt， 而这个 Dual VVTi 的 engine 都是采用 timing chain， 所以在保养方面的话 Saga 又多了一个皮带需要进行更换。费用的话，我之前有做过一部 Saga 保养的啦，这个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在那边我有提到这个 timing belt 的费用。再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下两者的这个平时的维修保养方面。首先一般上的小保养，其实这两款车啦 Beza 跟 Saga 并不会差到特别多。不过呢，我有注意到的就是这个 Beza 的 Major Service 啦，是在每4万公里需要做一次，而这个 Beza 的 Major Service 更换的项目，除了我们一般熟知的机油 Oil Filter 以外，它还多了一个就是牙油。这个牙油的价格就需要117块9毛，所以呢，这个 Beza 你在整个这个 Major Service 每4万或者每4万8万的时候要做的这个 Service， 一共你是需要花到626块。而这个 Saga 它的 Major Service 就跟 Beza 有点不一样。Saga 的 Major Service 是在每6万公里，当然也是需要更换这个牙油，它的价格呢就比 Beza 贵出了不少，220块。6万公里整个做到完了，你的这个 Major Service 结账的时候呢，就是需要给到763块。这个对比起 Beza 的话，很明显 Beza 在这个 Major Service 的部分足足省了100块。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 Beza 的 Major Service 是在每4万，而这个 Saga 的 Major Service 是在每6万，这个大家就自己去除一下，平均一下啦。所以呢，你问我 Saga 跟 Beza 要怎样选谁比较好？这个同样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的嘛，都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如果叫我选的话，我肯定是会选向 Saga。就如我上期的影片有讲到啦，我是比较喜欢操控这些。但是如果今天你是要用这辆车来做生意，就像是你要做 Grab 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大部分做 Grab 的司机都会选择用 Beza， 因为它的使用成本会更加低。如果你是要做生意，肯定是成本越低越好嘛。这种驾驶什么东西你就放一边啦。所以 Beza 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台工具你要载东西也好，你要载人都好首先它就省油咯，再来它有更大的这个空间，然后再加上很低价的这个保养费用。你是需要一台非常非常称职的工具，还是你需要一台工具同时间这个工具可以带给你一点乐趣？Saga 它就比较偏感性方面啦，Beza 就是一个非常理性再理性的那个选择如果给你的话呢，你会选择 Saga 还是 Beza？ 然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做出这个选择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一下的。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宅，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